嗨，大家好，我是熬夜，陪你一起学习学校没教的知识。你有没有好奇过，为什么市面上会流传定律、法则，又或者效应等等的这些知识点呢？其实它们最大的好处就是提高效率。比方说，只要我说出82法则，80%的结果都来自于20%的付出，那么我就不用再一一的向你解释，节省了沟通的时间成本。当然啦，前提呢，我们也必须要了解到这个世界上有什么值得学习的定律。所以今天呢，我就要和你分享这本书《墨菲定律》，作者是张文成。第一次在看到这本书名的时候我还以为里面都是在解释墨菲定律，但其实里面还收录了63个不同的定律。我们今天就会和你分享5个我个人觉得有趣、非常有启发性的心理定律，帮助你掌握生活顺序的钥匙，打开幸福充实的人生大门。首先，第一个墨菲定律，如果有可能会出错，那就一定会出错。1949年，美国爱德华兹空军基地进行了一项实验，目的是研究人类对加速器变化的承受极限，而爱德华·墨菲上尉就以工程师的身份参与了其中。实验开始之前需要将16个传感器固定在受试者桌椅上的支架上面，而传感器也需要安装2根接线，一旦接反的话，就无法读取实验的数据。结果不可思议的是，墨菲上尉发现了16个传感器的接线竟然全部都接反了。事后，墨菲上尉认为这次实验失败的原因在于自己在设计传感器的时候没有考虑到有人会将线接反的可能性。为此，他就自嘲道，如果一件事情能够以错误的方式被处理，那么最终就肯定会有人以错误的方式去处理它的。这一句自嘲就成为了20世纪最著名的墨菲定律，意思是只要有人参与，那就不可能确保每一个环节都不会出错，而且越复杂，参与人数越多的话，出错的几率就会越高。那墨菲定律也延伸出了4个要点。第一，任何事情都不会像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简单的，是不是像你中学做的数学题一样呢？第二，所有的任务完成周期都会比起你预期的时间还要长，所以规划的时候，我们要预留多一些空档和缓冲的时间。第三，任何事情如果有出错的可能，那就有极大的几率出错，所以我们应该准备好 Plan B 和 Plan C 以应对突发状况。第四，如果你预感可能会有出错，那么它就必然会出错，所以以后感觉不对劲的话，还是多检查一遍吧。第二，踢猫效应，坏情绪会感染，但也可以被管理。一位骑士在晚宴上被领主训斥了一顿，他怒气冲冲地回到了庄园，对没有及时迎接的管家大发了一顿脾气。管家心里面恼火，回家又随便找了几个理由来斥骂妻子，妻子委屈了，就拿着旁边哭闹的小孩出气，赏了一巴掌。最后孩子的心情不好，把在一旁睡着的小猫踢了一脚，真的是躺着也中踢啊。这就是踢猫效应，也叫做情绪传染。意思就是人的不满情绪一般会随着社会关系链条而依次传递，由地位高传向地位低的，由强者传向弱者，最终无处发泄的最弱小者就只能成为牺牲品了。那些在公司受气的员工，有一些也会把情绪宣泄在无辜的家人身上，拿家人来出气，造成家庭的纠纷。这种坏情绪传染给人造成的心理伤害，绝不低于病毒传染的严重性。因此，我们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也要学会疏解他人的情绪，成为截断踢猫效应的人。有一个故事是这样的，一家小餐馆里面有一个顾客指着前面的杯子，对一名女服务生大声地喊道：服务生，你过来，你们的牛奶是变质的，把我的红茶都糟蹋了。这名女服务生连忙地向他道歉，并且帮他重新准备了一杯，碟子旁边还放了新鲜的柠檬和牛乳，亲自端到顾客的前面，并且轻声地对他说：先生，如果你要在红茶里面放柠檬，那就不要加牛奶，因为柠檬酸会使牛奶结块。顾客听了脸一红，小声地说了谢谢，语气也没有那么愤怒了。等到顾客离开之后，另一位同事便问他：明明是他的错，为什么你不直接说呢？女服务生笑着说道：因为他当时非常的生气，我不能跟他生气否则他会对我发火，那如果他对我发火的话，我要找谁去宣泄情绪在生活中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要学会及时调整自己的情绪，不要让坏情绪继续传染下去。相信你这样做的话，你的生活将会充满阳光。第三，承诺一致性原理。心理学家托马斯·莫里亚蒂在赌马的赌徒身上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
一旦赌徒对自己选中的马下了赌注，立即就会对这一匹马信心大增，并且坚信这一匹马一定是所有马儿当中最好的一个。于是莫里亚蒂就认为，一旦人们做出了某种决定，又或者是选择了某一个立场，就会强迫自己采取某一种行为，以证明他们之前的行为是正确的。之所以出现这一种现象，就是因为如果一个人不能坚持自己的观点，就会被别人认为是三心两意，没有主见，又或者是表里不一。因此人们迫于压力就会自我催眠，就算明知道自己是错的，也不愿意承认。在很多的销售和诈骗的手段，你都会经常看到一致性原理。之前我有一次就收到了一个自称国家税务局打来的一个电话，他们先是向我确认身份。嗨，你好，你是郝威先生吗？没有错。你的身份证号码是不是0123456889？哦，对。然后就有一系列的重复性指令，就让我想要跟他们保持一致。那整个过程我折腾了50多分钟，最后当然就是想要我可以一致性的听取他们的指令，把银行的账户密码都转发给他们。而为此我也特地发了一个贴文来分析这一次的诈骗手法。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是非常容易回答的？一般人听了以后下意识就会回答哦，是的 ，yes。 这其实就是采用了承诺一致性的原理。如果一个人的大脑持续的说 yes 的话，那么接下来的指令他就会因为保持一致性的压力，最终屈服于骗子的话了。另外你也可以运用这个原理来帮助自己实现目标，比如想要透过运动来减肥，但却担心自己3分钟热度，这时候你就可以发帖公告 立 flag。 当你在那么多人面前做出承诺的时候为了避免陷入言而无信的尴尬局面，你就会爆发出强大的意志力，让自己坚持下去，一直到目标达成为止。之前我就是这样在 IG 发起了晨起日记的挑战，每天连续的打卡，一不小心就养成了晨起日记的习惯了。大家也可以到我的 IG highlight 那边去看一看。第4，内卷化效应，跑起来，别让生活原地打转。20世纪60年代，美国文化人类学家福德基尔茨前往印尼的爪哇岛进行了田野考察。他深入到当地居民的农耕生活当中，潜心的研究族群文化的状态，发现到当地人千百年来一直都是维持着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形态，生活方式和世界观也同样保持着千百年前的状态。换句话说，他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重复做着同样的事情，没有进步，就像是困在了老鼠圈一样。基尔茨将这种现象命名为内卷化。导致内卷化效应的是缺乏革新的动力，因为爪哇岛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即使采用过时的生产方式，依然产量惊人，所以当地人完全没有欲望，也没有必要改变自己的生活。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是一样的，我们的周围总会有这样的一个人，他们得过且过，一副无所谓的工作态度，对自己身上的潜力无动于衷，满足于现状，宁愿原地踏步，也不愿意自我提升，就这样一辈子碌碌无为的生活。那我们又应该要怎样打破内卷呢？第一个方法，透过阅读学习，可以让你提升自己的认知层次，看到更多精彩的世界。唐朝诗人杜甫就给了我们答案，因为读书就破万卷。2，你也可以把自己放在一个充满竞争和高手的环境当中，去鞭策自己，让自己跑起来，和优秀的人一起比赛赛跑，你才能够摆脱内卷化的陷阱。第5，巴南效应。曾有一位著名的马戏艺人表示，他受欢迎的秘诀就在于永远要让每一个观众都感觉到自己若有所获，即他的节目里面包含了所有人都喜欢的成分，因此让每分钟都有人受骗上当。现在就让郝烨为荧幕前的你分析一下你的性格吧。你是一个非常需要他人喜欢并且尊重的人，你有一个自我批评的倾向，你有很多可以成为优势的能力会发挥出来，同时有一些缺点，但你通常都可以克服他们的。你和异性交往会有一点困难，虽然表面上显得非常的从容，实际上内心是焦虑不安的。有时候你会怀疑自己所做的决定或是事情是否是对的。然后呢，你喜欢生活有一点变化，讨厌被别人限制。你也以自己能够独立思考而感到自豪。如果他人的建议没有充分的证据，你就不会接受。你觉得在他人面前太过坦率地表露自己是不明智的。你有时候会非常的外向、亲切和爱交际，但有时候呢，你却会有点内向、高敏感，非常的谨慎。而且你有一些抱负，经常都是不切实际的。听完了这一段话之后，
你认为它是否同样也适合自己呢？事实上，这只不过是一瓶良好的万金油罢了。我们很容易的就会受到来自于外界资讯的暗示，从而出现自我知觉的偏差，所以我们往往会觉得一种笼统的模棱两可的人格描述非常可以准确地揭示自己的特点。心理学家将这一种倾向称之为巴兰效应。巴兰效应往往反映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例如我们经常阅读的各种书籍、杂志和网络上看到的这个星座预测，有的读者常常会觉得他们说得非常的准，但如果我们认真的看一看星座预测的描述语言，你就会发现，尽管每个星座说的都是不同的，可是大多数都是模棱两可的描述性语言。而要避免巴兰效应，客观真实的认识自己，以下有几个方法。第一，培养收集资讯的能力和敏锐的判断力。资讯对于判断的资源作用不容忽视，没有相当的资讯收集是很难做出明智的决定的。第二，以人为镜，通过与自己身边的人的各种方面比较来认识自己，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条件相当的人来做比较，找出自己在群体当中适合的位置，这样来认识自己才比较客观。第三，通过对于重大事件，特别是重大的成功和失败来认识自己。重大事件中所获得的经验和教训，可以提供了解自己的个性和能力的资讯，从中发现自己的长处和不足。成功时认识自己，失败时认识朋友。归根结底，我们认识的都是自己，无论是好还是坏，我们都应该有逻辑性的去思考资讯的由来，千万不要轻易的掉入星座和算命师的框架里面，因为你自己才是决定人生的主人翁。好了，以上就是我在这本书里面所精选出来的5个有趣定律，让我们来回顾一下。第一，墨菲定律，如果有可能会出错，那就一定会出错。第二，踢猫效应，坏情绪会传染，但也可以被管理。第三，承诺一致性原理，不要为了面子而丢了江山。第四，内卷化效应，跑起来，别让生活原地打转。第五，巴兰效应，似是而非的真理一无是处。看完了这5个定律之后，你最喜欢哪一个呢？哪一个对你的启发性是最多的？欢迎大家在下方留言告诉好业，让我们一起互相讨论学习。这边也欢迎你加入成长读书会，期待高效的视觉化学习新体验。每周读懂一本书，就与成功更进一小步。现在加入还可以多领取限时7天的 VIP 会员，再附送各大迷你课程、精美简报和行动指南，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次的超值优惠哦！谢谢大家的观赏，希望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启发。如果你喜欢好业的影片的话，就请你订阅好业的频道、点赞和分享，启发更多的人。那如果不想点到小铃铛的话，就更好了，这样好业就可以争取在每逢周三晚上7点半的时候弹在你面前的机会了。我们下一集再见。